小姐，叶小姐，你救了一院子的男人？不是啊，像这样的院子，我还有9个。啊？陆公子就在此安心养身子吧。这是新来的公子吗？样貌倒是俊俏，就是身子骨轻薄了些。叶小姐，张某的腿已经好多了，今日开始出门做工，待攒得银两，将近日花销加倍还给小姐。不急。叶姐姐，这是我跟柳阿公学做的包子，给你尝尝。多谢阿谦，姐姐刚用过午膳，拿回去吃好不好？翠莹，用布包起来。自然是好的。叶小姐不仅在危难之际对我们伸出援手，还顾念杨弟弟的情绪，当真是大爱无疆。行了，少拍马屁了，照顾一下新来的陆公子。我购置了10个院子，以10天干命名，用于安置捡来的男人。10个院子的布置几乎一致，但院里人的良心各有好坏。而待陆明望来的这个院子，便是最穷凶极恶的鬼院。小姐，找到了，是一截毛发，显然是故意裁这么短，不想让识用之人发觉的。扔了吧。小姐，人脸以人骨作敌，张令申以劫掠为营，杨乾在饮食里做手脚，原田四处留情，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。你想问什么？陆公子似乎未曾犯下罪大恶极之事，他所图太大，却没有道德底线束缚，迟早生恶。翠莹，他把你打得半死不活，又对我一箭穿心的事，你已记不得了。就因为他权势滔天，便可以去随便找个由头为难我，这还不是罪大恶极？我一个侯府嫡女尚且如此，天下百姓在他眼里，怕是连蝼蚁都不如。姑娘，我那丫头笨手笨脚，惹恼了侯爷，被禁足半年，她已知错了。今日她及膝，侯爷仍不松口解用足，往后可如何相看人家呢？求姑娘开恩，劝劝侯爷吧。四姨她身份低微，只求许个清白人家，万不敢和你争什么的。宣衣起来吧，我去试试。多谢姑娘。看来禁足这半年，他一点没闲着。叶思怡，你想做什么？如长姐所见，修整院子，搓磨光阴。我是说，你今后想做什么？长姐，莫要问我想不想，先问我能不能。你是想继续在这里抡锤子，还是跟我出去为我做事？你自己选。为你做事。你不问做什么事？长姐，我想出去。知道了，等着吧。北海啊，找为父何事？女儿见司仪闲着也是闲着，想带她出去历练历练。可她不安分，需时常看着，你万事多考虑些。谨遵父亲教诲。今日是你娘的忌日，你长大了，也越发和你娘有几分相似。若不是当时二房生叶思一耽误了些时间，我也不会没有及时发现你母亲的异常，让她离我而去。哼，宣姨娘生产之日不过是恰巧而已，你怎么不提当年我娘好心将你捡回尚书府做了个护卫，你一路功成名就，成了将军后，却反过来亲自带兵抄了尚书府全家一事。这一事我虽没能阻止母亲寻死，但也绝对不要重蹈覆辙，任人欺辱。上一世，阿公的幕僚袁墨把阿公通敌的信件交给了父亲，然后全身而退。我记得上一世的这天，我在父亲书房里找到过一幅袁墨落笔的诗画。不对，这和上一世绝对不是同一幅。上一世的画像是戈壁、黄沙、绿洲，这次却是崇山、烟云、茂林，唯有提示一般无二。从拿到故乡图开始，我就被陆明望纠缠了2年，直到他一剑把我捅到这辈子。
也不知道陆明望杀我时，叶思怡在做什么。这是我二妹妹叶思怡。见过二姑娘。往后，叶思怡带我打理这院子，院里的事你们有什么都可以问她。是。思怡，院子里的一应支出和收入，你都要事无巨细，一笔一笔记录下来，不得有半分疏漏。长姐，我记下了。思怡，你管理院子这些时日，觉得院子里的人如何？张令申，莽夫一个，时日交于我5两白银，实在可疑。寻常百姓一月能得1两银子，已属少见。任灵喜作画，我看过他的画，给人平白无故的压抑感，也是可疑。杨乾，小小年纪更是心思不纯，而且，张姐，我盘算院里的伙食花费时，发现了一件怪事。肉类的购置与我们的消耗相比，有一个缺口，我便令暗卫探查，这才发现杨乾竟然将小猫切碎了混在肉里，做成包子和馄饨让我们吃了。还有那个原田，竟勾搭一些小姑娘，害人不浅。长姐，你救的都是些什么人啊？陆明望呢？你觉他如何？他人品似乎无碍，也或是我眼拙看不出来。宣仪盼你嫁入普通人家为正妻，你觉他如何？若你合意，我为你二人牵线。长姐，半月前你问我想做什么，那时我想找一个偏爱我之人，像父亲对先夫人那样，生一个备受宠爱的孩子，像长姐一样。若你现在问我想做什么，那我要看尽世间百态，品尝各味人生。我想管账，要采办，去学字画，想下江南，想舞长枪，想做商贩，我什么都想试一试。很好，不愧是我的妹妹，以后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整9个院子，我都可以放心交给你打理了。可除了管账和采办，我还能学会啥啊？这10个院子里住的都是危难之际受我恩惠之人，你是我妹妹，又是院子里的管事，他们有的德行有缺，但都有一技之长。你若想习1两门技艺，他们应很乐意受教啊。可是长姐，我好像没有太多空闲时间了，你能不能指个管事来协助我？想偷懒就得自己培养帮手，识人用人也是学习的一部分。像，太像了。翠莹，我们进村打听袁某吧。姑娘想打听何人？上一世，我在父亲书房摆放的追捕令上见过这人，传言他有一双重瞳，可窥天机。父亲说他是野茅山道士，练功做法，习以活人为技。但这一世，他似乎是个眼瞎的清贫村医。我们是男子，只不过声音轻软了些罢。抱歉，公子，我有眼而无珠，看不见公子面貌，这才叫错。你的眼睛是怎么瞎的？我叫刘善，天生无眼，是否吓到了2位公子？无妨，敢问老乡，这村中可有客栈？我们2人赶路至此，想寻个落脚处。公子有所不知，咱们这刘家村藏在深山里，来往的都是本村人，从来没开过客栈。那这附近可否有破庙一类的空屋2位要是不嫌弃，就去我家凑合一晚吧。我家虽简陋，但好歹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贱内也能给2位烧点热饭。那就叨扰了，这点银子全当防范钱。这太多了，贱内有孕，我又没挣银子的大本事，我不跟公子客气了。小姐，暗处有人，功夫不浅，暂且没有对我们动手的打算。能丁便丁，切忌打草惊蛇。公子，你要寻何人来着？刘公子听错了，我们不过是想尝一尝寄情山水之乐罢了，哪有什么要寻的人？这普普通的农户村子，最热闹的也不过是晒谷场了。公子要是喜欢热闹，不妨去走走。
各位叔伯婶子好，我们是路过此地的游人，借宿在刘善兄弟家中，闲来无事来村里转转。原来是客人啊！快坐，快坐。这深山里难得来外人，快歇歇脚。多谢叔伯，我们也是久闻这山里风光好，特意来看看。就是不知咱们村里可有姓袁的人家？姓袁的？有，咱们村一共3户袁姓人家，都是本家。哦，那不知这3户人家可有年近37的男丁？37？没有，老袁家老大今年都50多了，老二家的小子才20出头，老三还没成家呢，哪来37的男丁？原来是这样，多谢各位告知，想来是我记错了，还以为有旧友住在此处呢。不打紧，既然来了，就多住几日。咱们村虽偏，但山货多，让刘善媳妇儿给你们做点好吃的。那就多谢叔伯了，我们也正想多住几日，好好感受一下村里的烟火气。稳婆，我媳妇儿怎么样了？您可一定要保她母子平安啊！阿弥陀佛，保佑我孙儿平平安安降生。别急，不会有事的。小姐，不好了，暗处的人动了，正在追杀一名男子。那男子什么情况？那男子疯疯癫癫，嘴里只喊着你们找错人了，不是我不是袁某。小姐可有吩咐？救人，快！不必顾虑，说吧。小姐，关昭氏，对面是侯府的人。难怪我的暗卫处处受了力道。你们既知他们背后之人的身份，想去寻他们的，或是想回京的，今日便走吧。我等誓死效忠大小姐。好，不枉我这些年栽培你们。不过父亲，你为何要杀袁某？真让人多想。袁某，你可叫我好找。我不是，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。是与不是，见到长平侯就知道了。启程，回京。你先将袁某带回京，我先回村和刘善告个别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刘兄，这是怎么了？孩子出了什么事吗？听闻刘家星儿是异虫童子，不受待见，不如交由老身抚养吧。刘善生下了虫童子，消失不见的虫童，此刻出现在刘善儿子身上。臭道士，滚！哎，福生无量天尊，此子乃天生异象，贫道福薄，不敢沾染因果，先行告退。刘善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公子，你且听我说。那日我媳妇临盆生了个儿子，岂料那稳婆抱着孩子给我爹娘看，看了一眼，连我那还淌血的媳妇都顾不上，转身就跑了。我当时忙着照顾我媳妇，给她擦身子，等忙完想去看孩子，我娘却眼神躲闪，我爹眼里也全是愤恨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瞒着我们2口子，把那孩子偷偷抱走，丢进后山喂狼了。只因那是虫童。村里人说虫童是不祥之兆，会招来灾祸，见了都要躲得远远的，谁会留着这祸根？后来我媳妇醒了，得知孩子惨死发了狠，她撑起那副虚弱的身子，亲手杀了我爹娘。等我摸到那2具早已咽气的尸体，又摸到湿漉漉、浑身是血的媳妇儿时，才彻底明白，这一切都晚了，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那你现在作何打算？自然是报官。袭事公婆，可是要处以极刑。我走后，劳烦公子告知阿燕，让他离去吧。我刘家亏欠他，这罪名我替他顶下。反正我也再看不到这世上的光明了。你带人去后山看看，有没有虫童子的下落。
是，属下遵命。小姐，属下已带人搜过整个后山，未发现重童子的迹象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刘禅他人呢？他去衙门自首了。临走前叫我嘱咐你，离开这个地方，重新开始生活吧。我儿换他刘家3条性命，不亏。不对，刘禅的爹娘既然丝毫容不下重童子，那上一世的刘禅如何顺利长大成人，还干了诸多肮杂事？不好，那老道士有鬼！老萧，快将那道士逮回来！是，属下遵命。先前已将元卯相让于小姐，今日这个道士属下必须带走，望小姐体谅。我等若空手而归，对老爷不好交代。哦，在父亲看来，这老道比元卯还重要。小姐，莫要再为难我等。好说，我本就没打算带走老道，只想问他几句话罢了。你把人交由我，半个时辰后全虚全尾还给你。罢了，小姐，人给你，可否让翠莹姑娘陪坐片刻？否则，属下心不安。老道，你要重童子作甚？你说让我全虚全尾的回去的，别忘了你还有人在他们手上，别动了，我都说。说，你在刘家村做什么？20年前，老道就算到此地有重童子降生，在刘家村窝了3年，毫无所获。前不久，预示重童子降临的卦象再次显现，老道再赴刘家村，却晚了一步，得知重童被弃于野狼之口。老道不甘心，便在后山四处搜寻，直到被您父亲的暗卫逮住。你当真没找见重童子？自然是真。老道我自身难保，能将那襁褓儿藏于何处？嘿嘿嘿，你们或许想要他死，我可巴不得他能活，好继承我。你可知重生之术？你怎知？那是只有重童子才能施展的术法。老道我肉体凡身，穷尽半生，未成1寸。如何施展？往长了说，二位不是术门中人，理不通透；往短了说，便是1000活人为计，换1人重复往生。且信你一回。我们走。各位道友，那小友不守诺言，差点送老身归西呀！少废话，留了气儿就行，还不快随我等回京？小姐，我们也带着元卯回京。不，把元卯带过来，我们回刘家村。看来就是这儿了。你是卯儿？娘，您当心！元卯，你应知，落在我手里可比落在我爹手里好得多。有什么事不能落座详谈呢？小姐，除当年举报老爷一事，其他元某知无不言。好，那我就问问你的身世，你究竟是何许人也？我并非爹娘亲生，40多年前，
二老随商队途经大漠，在黄沙底下听到婴儿的哭声，把我捡了回来，含辛茹苦养到现在。怪不得袁茂上一世的故乡和这一世不同，那他亲生父母去哪儿了？两位老人家，请问你们还记得当年拾到元卯的地方是何处吗？黑金城。黑金城，早年父亲在此地击溃网江族，护大夏边境安稳20余载。不对，黑金城是拥2000余名百姓的边关重镇，怎会在玉图之上毫无标注？两位老人家，可记得此地何名？地名嘛，似乎没什么地名。那是出塞后最近的一处绿洲，商队歇脚乘水之处。说来也怪，偌大一片绿洲，却无人定居。1000活人为契，换1人重复往生。黑京城2000百姓无端失踪，难道说除了我，还有1人重生？叶小姐，袁某能说的都说了，请回吧。您羽翼未丰，袁某供出幕后真凶，也无力将其绳之以法。待您摆平一切，袁某为您作证。就等你这句话呢。收拾行囊回京，老萧，留一批人在村子里继续驻守，确保袁茂一家平安无恙。是，属下遵命。洗干净脖子，等着我来拉你功夫炼狱吧。在那之前，好好活着。叶小姐，你眼前是不可逾越的高山，那就推平它。高山之后是更为险峻的巨河，那就填满它。快回京！啊，小姐，小姐，求您。姨娘放心。别废话，带路。父亲，我真不知他去处。继续。父亲，北海啊，出去玩了些许时日，可尽兴。父亲，二妹犯了何错？您竟动刑？她心思不纯，包藏陆明望那等奸邪小人。可陆明望是我安置在别院的，叶思怡也是我安排过去的。你明知上一世叶思怡勾结陆明望置你于死地，你还纵容他二人相识相交。上一世杀我的是陆明望，叶思怡只是对他有收留之恩。不过父亲，您怎知前生之事？父亲，听闻黑金城死了2000百姓，1000活人为祭，可换1人重复往生，另一个重生之人是您对吧？北海，我祝你重生，望你明辨奸恶，手刃仇敌。可你反倒去收留陆明望，培养叶思怡。我把最优秀的暗卫给你，望你办事有力，安危不惧。你却从我手里劫了元卯，还欲扣押王道长。父亲，我……北海有勇有谋，手段了得，为父甚是欣慰。是父亲教导有方。北海莫要怨爹，江府一事，爹身不由己，保下你和你娘，爹已经使尽手段了。你娘是明白的，她再不甘仍待在我身边，这便是证据。若是我不知黑金城一事，不知你也重生，还真就信了你的鬼话。时候不早，带着你二妹下去吧。你嘴可伶俐，就不知辩解几句，生生挨鞭子。张姐，她不信我。罢了，先好好养着吧。四姨，我不信有人逼他杀进黑金城2000无辜百姓，是真助我重生。他重来一遭，仍是杀了阿公阿婆，也间接害死了娘亲。在他心中，权势和地位更重要。能给他这些东西的，
普天之下唯有一人，当今帝王。你且说说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那些院落管理的如何？简直精彩至极。人莲一幅字画卖得高价，引张令生眼红，雨夜将他堵在暗巷。可到了第2日，张令生却再也没有出现，而人莲手里却多了一支古朴的骨笛。原田去烟花柳巷寻人，却不知被谁下了毒手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没了性命。杨谦做了些见不得人的恶心事，恰好被陆明望撞破，当场就被陆明望斩杀在了院内。鬼院里的其他人也没能幸免，死得差不多了。到如今，鬼院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鬼院了。那陆明望呢？他倒是鬼院最后一个活下来的人，不过在爹带人踏入鬼院之前逃了。我去处理鬼院的烂摊子，不巧被爹撞见，就不由分说的将我抓回府内严刑拷问了。看来爹是为了不让上一世悲剧重演，才想亲自解决陆明望。幸好司仪入狱之前着亲信急信于我，否则可能小命都不保了。司仪，若我未遣你出府行商问事，便没有这无妄之灾，你可悔？无妄仍受灾，我更应好好行走于世间，方获自保之能。很好，那我又能放心出门纵情山水了。我又走了，这一次我将大半钱财和人手都交给叶思怡打理，只带着翠莹、萧岸伟和10几亲信来到了边塞。过上了与世无争的日子。只是好景不长，北夷蛮族经常来扰，我便下令暗卫召集牧民，练成一支保家军，多次击溃外敌。保家军日渐壮大，岂料夷族竟集结大军围我军于大漠。水枯粮尽之时，一支骑军出击解救了我们。为首少年风姿绰绰，有降世之才，只一眼我便知，他就是我等候多时之人。感谢公子救命之恩，将来有机会一定百倍奉还。举手之劳，无需挂齿。小女叶北海，还不知恩公尊姓大名。在下林清风。林清风与我两情相悦，于是数月后，我直接领着他回了一趟侯府。父亲，女儿要嫁给他。云，且让他入赘。没曾想大婚翌日，按照前世剧情晋升为宰相的陆明望就向我爹提亲，求娶侯府千金。我爹毫不犹豫将叶思怡推了出去。叶思怡一纸状书将父亲告了去，言他虐待女儿，字字泣血，背上的鞭痕与侯府下人的证词便是证据。最后落得了个断绝父女情，携宣姨娘别府另居的结果。张姐，你刚回就又要走？陆明望死缠烂打，非要娶我，甚至求了陛下旨意，还说不介意我带林清风一同入相府。除了刚捡他回来那几日，我和他无甚交集。他口中的眷眷深情，半个字都信不得。谁知道他娶我入府要做甚？张姐，待归。好自珍重。
司仪信中说，这2年中，我爹与陆明望明争暗斗，最终被削了爵位。眼下北夷频频扰边，县令数次递折子求援，朝廷却半分回应都无，仗只怕难打啊。叶小姐，林将军，朝廷的援军到了，是粮草还是兵卒？臣怒所泄，天子无暇顾矣。北营出兵围我保家军，也是臣禄所遂吗？你是不是没上报啊？朝廷这都不重视。朝廷靠不住，便靠我们自己。牧民们被北夷逼得走投无路，只要振臂一呼，必然愿意跟着我们干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流离失所的牧民拖家带口投奔保家军，林清风亲自坐镇交排兵布阵，我则统筹粮草，安置妇孺。保家军日渐壮大，已成气候。待风沙没有那么刺骨了，我和林清风带领保家军北上，抵达宜境。将士们，北夷犯我草原，害我同胞，今日我们便北上宜境，护家园讨血债。护家园讨血债！护家园讨血债！陛下，边塞急报，叶北海将军领兵出征北夷，密信在此。叶北海竟真的敢领兵打北夷？当年长平侯手刃岳丈，替朕拉下马前太子，这份旧恩朕没忘。陛下心软了？北夷乃劲敌，他一介女流竟敢妄动兵戈，若让他立下大功，手握兵权，日后恐成大患。先复了长平侯的爵位，看看再说。退下吧。3个月后，北夷3座重镇接连被保家军攻破，战报传入皇宫，满朝哗然。皇帝终于松了口，下旨赏下粮草，以解保家军后顾之忧。小姐，京中传来消息，皇帝派了位保家将前来接管护北军，说是与军队同名，顺理成章接手兵权。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皇帝这是怕保家军一家独大，想掺一脚进来。他想掺一脚进来，也要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保家军屡立战功，特赏粮草万担以济军用，另封新进小将为保家将，前往塞北接管保家军。钦此。好一个保家将，连名字都和我的军队一模一样，这是明着来夺兵权啊！这塞北苦寒，本将实在难以支撑。送他回京，记得让他如实禀报。是。陛下，叶小姐与林将军对臣敬重有加，护北军也听臣命令行事。只是臣实在不堪寒苦，这才连带着丢了2城，再待下去恐要以身殉国啊！无能。看来只能用军功笼络人心了。来人传令下去，封林清风为护北将，保家将赐名护北军。护北军，这名字倒是大气，就是委屈了我的功劳。明明是我召集牧民组建的军队，怎么封了你当将军啊？我出人又出力，夫人怎得如此小气？那我还出钱买粮又购马呢。待平定北夷，功劳皆归你。小姐，将军，保家将已经回京复命了。他怎么跟皇帝说的？回小姐，那保家将在陛下面前哭天抢地，说塞北苦寒到了极致，保家军上下只认您和林将军，
他根本插不上手，再待下去怕是要客死还乡，求陛下赶紧召他回京。意料之中，皇帝派这么个娇生惯养的废物来，本就是想试试能不能不费吹灰之力夺了兵权，如今碰了一鼻子灰，自然不敢再派人来。他不是不敢，是不能。朝野上下有点本事的武将，当年几乎都跟着前太子，他怎么敢用？至于我爹，更不可能放心。谁知道我们父女俩在边塞，会不会给他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动静来？所以眼下，他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我们手里的兵权，先借着保家军的手平定北夷，再做后算。陛下有旨，召林清风即刻回京述职。来了。烦请公公回禀陛下，陆相际遇内此，臣万不敢归京。林将军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臣说得很清楚，陆明望对我夫人觊觎已久，若臣回京，他必趁机加害。臣要留在塞北，守着我夫人，守着保家军，平定北夷。这奴才没法回禀陛下呀。公公只需如实回禀便是。林将军，陛下已经给陆明望赐了婚，勒令他3日内完婚。这下您能回京述职了吧？二妹这是在提醒我们，回京就是死路一条。正好，北夷还有最后一座坚城没拿下，我们收拾收拾，再攻一城。好，听夫人的。3日后，保家军再次出征，以雷霆之势攻破北夷最后一座重镇，彻底平定北境。消息传回京城，叶思仪趁机在朝堂上造势，激起满朝文武鞭打外族、拓我疆土的主战情绪。陛下有旨，林清风夜北海平定北夷，劳苦功高，着林清风不必顾虑，继续踏平蛮夷，扬我大雍国威。钦此。这次多亏了二妹。幸好有他在京中步步为营，替我们稳住了后方，这份情我们记着。北海，夜北海！陛下，这陆明望新婚夜酩酊大醉，哭喊叶家大小姐明后一事已经传开了，恐怕林将军更不敢回来述职了。混账，简直是乱我计划！来人传陆明望过来。陛下息怒，臣有罪，但臣有一计，可让林清风乖乖回京，任陛下处置。说。叶北海最在意的就是长平侯，我们只需对外宣称长平侯病危，念及父女情深，召叶北海即刻回京尽孝。而叶北海一回来，林清风自然也会跟着回来，到时候兵权人都在陛下掌控之中。好一个借父幼女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小姐，京中急信，侯爷他病危了。怎么会？长平侯身体一向硬朗，怎么会突然病危？不对，这是圈套，陆明望的圈套，皇帝的圈套。是，他们知道你最在意侯爷，用这个理由召你回京，你没有任何拒绝的余地。我爹，他会不会真的出事？不管是真是假，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。但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回京涉险。别意气用事，眼下北夷情势不明，这样我先独自回去，你等我消息。行吧，切记万事小心。我爹怎么样了？传陛下口谕，侯爷病重，小夫人留在侯府，多陪陪他吧。你们放肆！
收起剑，我们已经进了笼子，再挣扎也没用。是，小姐。既然是圈套，那我就亲自进去，看看这场戏到底要怎么唱。女儿，许久不见，你瘦了，来陪我用顿晚膳吧。为父最近新学了2道手艺。父亲亲自下厨，这府里的下人们呢？司仪离家的时候就遣走了不少，没事儿。为父不喜欢人多。这是我年少时在北塞学的，你这几年在北塞应该吃过不少，尝尝为父做的有何不同。当年我被封将军后回京，见你娘亲给他煮了一碗这样的面，他说沁人心脾，甚是美味。父亲，现在是2月，寒冬未去，暖春不至，何论炎夏？父亲，堂堂长平侯被幽禁于府，可甘心？北海，爹想你娘了，你这次回来就多陪陪我吧。林清风竟真的攻破了北夷都城！陛下，林清风平定北夷，乃是我大庸之幸，当速速封赏，以安军心。传朕旨意，封林清风为定北侯，赏黄金1万两，绸缎1000匹，赐美妾8名，即刻返京受封。陛下圣明。北海，我来接你了。护北军的兵权呢？交给陛下了。夫人放心，功高盖主的道理我都明白。林清风，你糊涂！你把兵权交出去，我们就是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，你知不知道？夫人，只是护北军交出去了，可这不还有为夫我吗？算你机灵。陛下有旨，定北侯林清风暗通北疆，意图谋反，罪证确凿，即刻打入天牢，3日后斩首示众。钦此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陛下这一套用了20余年，还是这么拙劣。求父亲救夫君一命。北海，起来，地上凉。爹跟陛下求了，只保你一命，让你平安回府。待风声过去，为父再替你寻一门好亲事，往后安安稳稳过日子，好不好？爹，我怀了他的骨肉。没关系的。父亲难道为了保全自己，连女儿、外孙都可以牺牲？不好，有军队劫法场，护驾，快护驾！哈哈哈哈哈！当皇帝说你谋反的时候，你最好真的谋反。北海，别怕，我带你走。林清风，你竟敢谋反！
朕要诛你九族！谋反，是你逼我的！你构陷忠良，滥杀功臣，这江山你不配做！林清风，你看这是谁？长平侯在朕手里，你若不退兵，朕立刻斩了他！岳父，您女儿让我带句话给您，她说没关系的。叶北海，你竟敢如此对你父亲！陛下，为了大义，为了真相，我不得不这样做。诸位，今日我要当众揭穿当今圣上的滔天罪行。这是伪造林清风谋反的亲笔书信，笔迹出自皇帝心腹。这是安插进定北侯府的眼线名单，全是皇帝一手安排。这是护北军全体将士的联名证词，证明林侯早已交还兵权，绝无谋逆之心。诛杀昏君，还我将军清白！这还不够，今日我们还要翻一桩20年前的旧案。元卯，20年前，当今圣上昔日的昌王联合长平侯，逼迫你伪造证据，诬陷江尚书通敌卖国，连累前太子林让。你敢说这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，全是真的。当年昌王，也就是当今陛下，以我全家性命相要挟，逼我伪造江尚书通敌的信信，构陷忠良，废掉前太子。是我做的，是我。陛下，你2次构陷忠良，靠谋害太子、屠戮功臣登上皇位，这江山你做的名不正言不顺。诸位，前太子林让含冤而死20余年，而今日站在你们面前的定北侯林清风，就是前太子林让的亲生血脉。不可能，绝无可能！皇叔，为何坚信此事绝无可能？毕竟，我父亲只是被贬为庶人，可未曾取他性命，也未曾剥夺他娶妻生子的能力啊。更何况，他被贬之时，已然有了一双儿女。不可能，这明明已经……皇叔，慎言。当年皇叔暗杀以为庶民的废太子全家，唯独留下了我。那我今天也留皇叔一命，传令下去，废帝发配边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今日登基，昭告天下，封叶北海为皇后，拜叶思仪为当朝丞相。陛下，臣请陛下三思。女子为相，与礼不合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叶思仪先替朕守京，协朕攻破北夷，后为朕斡旋，助朕登上高位。何人功高过他，可自荐为相？臣谢陛下隆恩，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北海，元卯，你想如何处置？大漠那几年，我与元卯互谈剑论，早已是忘年之交。当年那种情形下，太子林让和我阿公都自身难保，他一个小小的幕僚，不过是被裹挟着做了假证，就算不是他，也会有其他人。我不知如何抉择，便交由你自行处置。我应允你饶他性命，贬为庶民，永不录用。但有个人，你非得自己处置不可。爹，北海，你来了。爹，你在这关久了，女儿带你出去转转。父亲，您可知这是何处？不知，皇后娘娘要我住哪儿，我就住哪儿。父亲，这是江府啊。
您为院护时，在此住过3余载。这槐树是您当年爱慕娘亲时亲手种下的，您不记得了吗？也是，江尚书被抄家后，江府夜夜冤魂萦绕，多年过去，成了这副模样。父亲记不起，实属正常。父亲，您当年一人一剑，亲手杀尽江府满门，连藏于井下的仆从小儿都没有放过。当时对这个府邸熟悉得很，要不要女儿带您出去转转，帮父亲回忆回忆？皇后娘娘，当心龙胎。原来他这么在意我肚子里的孙儿。也是，林清风后宫仅我一人，又位居后位，这个孩子自是尊贵无比，只要是男胎，必为太子。只可惜啊，父亲，要让你失望了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属下发现了陆明望的踪迹。立刻带我过去。我未曾参与昌王篡位一案，何罪之有？我都出嫁了，你还非要娶我，强抢民女，活罪不可免，死罪也休想逃。我不过是曾爱慕过你，为何赶尽杀绝？觊觎皇帝的女人，你命休矣！你连袁某都放过了，就非要追着我不放吗？袁某一事内情，唯我和陛下知晓。你窃听皇家密文，断不可留。你，来人，将他的手脚切下，五官都戳2下，让他就算还能复活，也是个废人。皇后娘娘，侯爷被人劫走了。什么？劫走侯爷的人不多，但身手极矫健，属下一时大意，让他们得逞了。传我令，把我所有暗卫人手全部派出，全城搜捕。小姐，找到了，侯爷在城外山巅。老师，重童子，等等！父亲，你在这里布下法阵，可知祭品是谁？自然是京中人士，1000余人便足够了。北海，这次爹不带你了，你变数太大，险些叫我无法再施重生之术。爹，你忘了，献祭之人下一世会彻底消失，就像黑京城的2000百姓一样。你和娘亲都是京中人，这1000人一死，下一世你还能遇见娘亲吗？还能和她相爱吗？黑金城消失了，袁某却活了下来，照样助我伪造信件。有些事注定无法更改。北海，别再过来，不论重来多少次，主线不会变。我会再娶阿姨，再生下你。可娘亲也会再次自缢，再次离开我们。北海，你知道吗？得胜归来求娶你娘，到我们成婚生下你之前，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。爹只想再过一次那样的日子。父亲，吉时已到。父亲，刘禅不是早就死了吗？童儿，别忘了和为父的约定。遵命，父亲。我的爹啊，你还真是喜欢到处给人当爹。爹，
所有护卫听令，全力拿下死士，夺回重瞳子。乡野村妇，坏我好事！乖徒儿，快施法，就以眼前所有人为祭！孩子，娘在这儿，娘终于找到你了。娘是什么？我只有爹。爹说，只要我按他说的做，就会把他的一切都给我。娘就是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娘也会把一切都给你。我等给叶小姐请安。大家快去忙吧。